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介绍一款咖啡冲煮器具，它叫做聪明杯。这一款咖啡器具的可操作性比较强，可玩性比较高。这款咖啡滤杯结合着 V60以及扇形滤杯的两种特点，可以进行咖啡的低滤式冲煮，也可以咖啡进行滤泡式的冲煮。它的原理是，咖啡滤杯的下面有一个止水阀，当咖啡滤杯平放的时候，止水阀是关闭的。当咖啡滤杯放在分享壶上面，它的止水阀是打开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种情况它是属于关闭它的止水阀，只要放到上面，它就是打开的状态。我们可以通过操作去看一下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滤杯的止水阀是关闭的，它只需要放到分享杯上面，止水阀就会打开，水流就能迅速的流到分享杯里面。因为这个聪明杯的特性，让很多人对咖啡的冲煮在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，也可以使用低滤式或者说滤泡式的一个冲煮方法。接下来展示一下如何利用聪明杯来进行个性化的咖啡冲煮。今天使用的是一只非洲肯尼亚的豆子。非洲肯尼亚的豆子通常它的酸性比较明亮亮丽，但是呢，在甜感和巴底上面，因为酸质过高，都不容易萃取醇厚度。因此来讲，聪明杯就能解决这一个问题。好，接下来进行操作。今天同样也是使用20克的咖啡豆，粉水比例也是1:16。咖啡粉的研磨度与我们平时手冲的研磨度就可以了。聪明滤杯使用的是扇形滤纸，与平时使用的扇形滤杯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些滤杯它有不同的型号区分，有02的、03的。在折叠滤纸方面同样也是一样。我们在冲煮之前，首先冲刷滤纸，它的所有步骤与普通扇形滤杯与 V60 滤杯的冲煮步骤是一样的。它唯一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在冲煮的时候，我们想让咖啡的浓郁度更加高，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浸泡或者说搅拌的手法去进行。滤纸已经冲洗干净，把分享壶的水倒掉。在冲煮之前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浸泡的模式，投入咖啡粉，稍微的抖平，用咖啡粉2倍的水量进行焖蒸，也就是投入40克的水进行焖蒸。同样焖蒸的时间也是30秒钟。好，30秒钟到进行第一次注水，也就是第一段注水。扇形滤杯的特征，注水是不需要绕圈，只需要左右均匀的滑动就行了。注水到150克的时候就可以停止，让水充分的把咖啡的物质带到下壶，让它的水基本在滴干的时候，我们再做第2段的冲煮。第2段冲煮也是比较重要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咖啡第2段是萃取
它的油脂以及它的甜感。那很多时候因为在萃取的过程中注水的关系以及它的力度的关系，很多朋友就很难的把甜感给萃取出来。聪明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同样把它放上去。第二段再注入第二段的水量。好，这是第二段的水量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搅拌棒轻轻的进行搅拌，让咖啡的甜感物质更加容易的萃出。因为聪明杯并没有放在滤杯上面，它的止水阀是关闭的状态，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可以使用浸泡的方法。浸泡的时间大概是30秒钟。好，我们同样可以迅速的把下面这一个盖子拿开，让它的第二段水也是同样迅速的流到杯子里面。这个时间段的咖啡的甜感和醇厚度就已经出来了。等它直接滴完以后，我们可以再尝试咖啡的口感怎么样。这个时间段可以在这里继续注入第3段的水，又或者说当这一个滤杯里面的水滴完以后，我们去尝试一下咖啡。如果咖啡的浓度太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 bypass， 也可以进行直接的饮用。最主要就是看每一个人的咖啡的口感是怎么样的。好，已经滴完了，我们来感受一下咖啡的浓度。肯尼亚咖啡特有的莓果类的香味是展现出来了，明亮的酸质带着甜感，醇厚度非常的高。这种酸质是非常明亮的，而且带有甜。当咖啡的甜与酸一致平衡的时候，那么更能体现这杯咖啡愉悦性的酸质以及蜂蜜般的甜感。如果我个人觉得它是不需要再做 bypass 的。通过这个视频，我想向各位朋友介绍的是，这一个聪明杯，它可以在每一段冲煮每一个环节都能进行一种个性化的冲泡。你可以在第1段，可以在第3段来调整咖啡的酸质、甜感与醇厚。这就是这一期咖啡视频分享的目的。大家如果说对聪明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相对的了解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分享传播，谢谢各位收看。